大家好，我是阿叔。今天10月29号，离开了有十几天，也是非常抱歉哦。今天开始找时间给大家更新视频。我记得比特币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是从2万一开始跟朋友们建议可以去抄底这个比特币。行情走到现在，它还是在2万附近徘徊。那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从三项循环的周期日线开始，到它的周线以及月线里面的一些指标 ，KD 也好，或者 MACD、WR 指标。目前到底要怎么来判断，以及这个位置上去它的浪形有没有可能处在第一浪？当然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啊，这半年多以来都是跟大家讲不要去做空这个比特币。现在狗狗币可以看一下，马斯克成功收购那一个推特，狗狗币现在也是一飞冲天，包括它短线的比特币支撑为这个2万，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观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必要 OK 返用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推特。真的是非常抱歉啊，因为也没时间去看这个，我等一下这2天有时间一条一条的回大家。那我们看一下现在价格，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它还是在区间啊，目前还在这个区间，也是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区间操作的也不是很顺利啊，有些仓位是埋在这种低点。有些仓位在这种位置追，后续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以后不管是买那一个现货跟期货都是要设止损。当然现在的仓位我的观点还是一样，你尽量重一点啊，至少要5成以上。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个长线，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大级别的循环，这是有可能是一个 ABC 啊，你不要在 C 点位置去做空这个比特币啊。不排除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个 ABC 的反弹，其实到这种位置也都是一样，它有可能也是 ABC 的低点，或者是这种位置也是 ABC 的低点，不要在这种位置。以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是要做期货的时候，做空不能在 ABC 的低点做空，做多也不能在 ABC 高点的位置做多，因为不排除它有可能会有一个试烂，或者不是试烂，有可能它直接在转折。那这种位置也是一样，就是大级别的循环，它在 ABC 的低点，这种区间是都不能去做空，因为不排除如果它在这种位置没有直接上去1、2、3、4、5，也不排除是有可能会有一个大级别的反弹。那现在来到这个位置，我们把均线加上去，可以观察一下，其实几条趋势都已经突破了，这个白色的长期的下降趋势也是过了，那这条环线也是过了，而且短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就看它的成本，20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就是我们散户的成本，然后60MA 是主力的生命线，就是主力的成本，这半年多以来成本全部都在这个区间上去，反正观点都是一样啊。如果在这个位置你仓位相对较轻的，我的观点是拉回全部都是买点啊，因为既然这2条线，而且这2条线马上要交叉，这2条线交叉。半年下来，其实就在这个位置有一次交叉。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 MACD 啊，整个日线其实 MACD 已经是回到零轴上方，就是这个位置，它这边过了那个60MA，MACD 是会回零轴啊。你可以把均线图加上去，以前不是教过大家一个方法，不一定要看 MACD， 有时候我尽量看这个60MA。过了60MA 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要回到零轴上方，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过了这个60MA 绿色的这一条，它就是回到零轴上方。所以日线的循环现在也都是在金叉的结构 ，KD 指标也没有走成背离哦，所以不排除观点还是不变，只是短期它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涨多了，涨多以后这边需要震荡。就日线级别，它这边涨多了，可能是在震荡，包括昨天的一个低点，其实是在踩这个高点，就是一个正 N 型的突破，拉回全部都是买点。那4个小时我们要怎么来观察？就是它其实也是在整理啊，就是在这个区间，像这种走势有一点类似奔走型整理啊，最终会再压回来，其实就是在这个区间。那我们看一下更大级别的周期，其实这一波。很大的一个级别就是这一个周线的这个 KD 已经是金叉了，金叉那短期在这个位置高点的位置是有一点压力，主要就是这个20MA 是压在头上，不过下周已经不同了，马上这一根要去掉，
就这2天结束以后，就来到下一周，下一周开始整个20周的成本来到这个低位。我前几周的时候，当时在这个区间是跟大家讲，有可能还是在这里，它不一定下得去。主要就是当时前几周20周的成本是在这个区间啊，它现在已经是来到这一根啊，就这个扣底的位置是在这一根，所以这一周这根去掉以后，它的整个20周的成本也将来到21000到18000的这整个区间。那我们再看一下月线的一个大循环的周期，还是一样，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级别的一个 ABC 就 C 点的位置不要去做空，因为你在这种位置做空，它万一是没有一个1、2、3、4、5上去，直接上去，也不排除就是类似这种。很多人是讲有四浪就是怕有这种四浪的反弹。你没有一个1、2、3、4、5，也是怕会有一个或者是一个 ABC 的反弹，然后是不是这样子再下去？当然，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一个底部啊，不一定会下得去啊。已经讲了有一段时间。那还有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 WR 指标，就是因为历史上从历史的现象去观察，就是这个 WR 指标，它一般在底部的区间才会来到这条黄色的 WR 来到80上方，这种就是一个底部最弱势的一个区间，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已经是时间现在是拉的越来越长了，不排除拉到位以后，明年有可能会不会有一波大涨。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浪形，其实我是这样子来判断，这个位置是一个 ABC， 有可能这也是一个 ABC， 有可能这也是一个 ABC。那这个位置上去，或者是其实这里面它在整理的底部，有时候以前也是有见过反复的 ABC 到头都会搞晕掉。反正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只要我们看这个大级别的 ABC， 那如果从这个位置上去，有没有可能走成一个第一浪，然后后面我们再观察一下会不会在这个区间，因为这个位置也是25000有一个压力。那我之前还跟大家讲过，另外的一个压力是在29000到3万附近啊，就是去年的这个5到7月份的这个低位的区间，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压力。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有可能这整个位置都是一个底部的区间。其实很多品种都跟比特币一样，只是有些品种它会领先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短期已经是来到这个年线附近啊，就这个250 MA 短期是有一点压力啊。你在这个位置如果要做，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尽量看在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啊，因为涨多了嘛，涨多了有可能也会震荡，或者是它有可能还是在整个区间。其实方向还是不变啊，尽量往上去看。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